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读书明道理。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。一方面，我们向往简单、宁静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又不断被日益增长的物质欲望所困扰。我们常常感到被各种事物和物品所束缚，家中堆积如山的杂物，手机上不断弹出的通知，还有社交媒体上的无尽信息流等等，这些都让人感到疲惫不堪，难以集中精力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同时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也让人心生厌倦，那些无意的社交、消耗精力的争吵、不必要的承诺，都如同沉重的包袱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面对这些困境，断舍离的理念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。断舍离不仅仅是一种空间整理的技巧，更是一种心灵的净化过程。它是一种哲学理念，指导我们如何辨别生活中的重要事物，明确哪些值得保留，哪些应该放手。通过断舍离，我们可以培养决断力，对那些不再服务于我们生活和心灵成长的人或物说不，同时珍惜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断意味着切断那些无谓的纠缠和干扰，包括不必要的物品、消极的关系和浪费时间的活动。它要求我们具备辨识力和自制力，避免让生活被无关紧要的事物填满。舍则是指放弃那些不再为我们带来价值或快乐的元素，这可能包括过时的物品、不再有益的习惯或不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关系。舍去这些，我们才能为真正重要的东西腾出空间。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释放，它涉及到从情感和心理上与某些事物脱离，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清晰。这意味着放下过去的遗憾、恐惧或依赖，让我们能够更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。断舍离这一理念源自日本作家山下英子的畅销书《断舍离》。山下英子女士是一位作家兼生活哲学家，她通过一系列的书籍和公开演讲，将断舍离的理念传播到了全世界。这一理念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，强调通过放下对物质的执着，达到心灵的解放和内在的平静。他通过这一概念，鼓励人们重新审视自己与物品之间的关系，进而扩展到人际关系、自我认知的深层对话中。山下英子认为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与高压力让人们积累了大量不再需要的物品，这些物品不仅占据了物理空间，更在无形中消耗着人们的精神能量，阻碍了心灵的成长与自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许多人面临着居住空间狭小、物品混乱、消费过度等问题。家里堆满了各种物品，从旧衣物到不再使用的电子设备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，却占据了我们宝贵的生活空间。不仅如此，过度消费和对物质的依恋还会导致财务压力，甚至影响心理健康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断舍离成了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生活方式。现在，我们就从整理空间开始，体验断舍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。断舍离的空间整理术。断，在购物前问自己几个关键问题：我真的需要它吗？我会频繁使用它吗？它会为我的生活带来真正的价值吗？通过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购物，从而减少物质的累积。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设定购物原则，建立一套清晰的购物标准，如一进一出原则，
即每买一件新物品就要淘汰一件旧物品，在每次购物前先列出所需物品的清单，只买在清单上的东西，避免冲动购买。另外，对于非必需品，可以设置一个等待期，如24小时或1周，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。在选择货品时，一定要挑选质量较高且耐用的物品，即使价格稍高，长期来看也会更经济。设定期检查家中物品，对不再需要的物品进行分类处理。通过这个过程，我们可以为新事物腾出空间，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清爽的生活环境。尤其是季节更替时，可以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清理不再需要的物品，将物品按类别整理，如衣物、书籍、纪念品等，逐一评估。在断舍离书中，作者给出了如何评估物品的建议。要保留的物品：一、必需品，保留那些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物品，如基本的厨房用具、卫生用品等。二、常用物品，保留那些频繁使用的物品，如工作或学习所需的工具、日常穿着的衣物等。三、有情感价值的物品，保留那些对你有特殊意义的物品，如家庭照片、祖传珍藏、有纪念价值的手工艺品等。四、投资型物品，保留那些具有投资价值或升值潜力的物品，如古董、收藏品等。五、多功能物品，保留那些可以多用途使用的物品，以减少家中物品的数量，如多功能厨房用具等。应该舍弃的物品：一、未使用的物品，如果某件物品超过1年没有使用过，通常可以考虑是否需要保留。二、损坏或破旧的物品，如果物品已经损坏或破旧不堪，且修复成本过高或没有修复价值，可以考虑丢弃或回收。三、重复的物品，如果家中有2件以上功能相同或相似的物品，可以考虑只保留1件最好的。四、不再适合的物品，例如不再合身的衣物，不再符合当前生活方式的物品等。五、无情感价值的物品，如果某件物品既不是必需品，也没有情感价值，可以考虑放手。六、过时的物品，例如过时的电子设备、不再流行的装饰品等。对于应该丢弃的物品，作者也给出几种处理建议。一、捐赠或出售，对于仍可使用的物品，可以考虑捐赠给慈善机构或通过网络平台出售，让他们找到新的主人。二、回收处理，对于无法再使用的物品，寻找适当的回收渠道进行回收处理。三、拍照留念，对于有情感价值但实际上不再需要的物品，可以拍摄照片留念，然后放手。四、丢弃，对于完全没有价值的物品，可以根据当地规定妥善处理。离，在断舍离的过程中，离强调的是对物质和过去执念的放弃，这意味着不再被物品所束缚，不再为过去的选择和积累而烦恼。通过离，人们能够摆脱物质的累赘，从而拥有更多的心灵自由和空间。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上，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。在离的过程中，重要的是要审视自己的内心，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这有助于人们摆脱对物质的盲目追求，转而关注内心的需求和感受。
对于那些已经不符合自己当前需求和价值观的物品，要勇敢地放手。这可能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决心，但一旦做到，就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在。断舍离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离，断是前提，没有断的决断和勇气，就无法有效地进行舍和离。只有先断绝那些不必要的物品和关系的进入，才能为后续的舍弃和离开腾出空间。舍是手段，通过舍，可以处理掉那些堆放在家里没用的东西，为离创造更好的条件。同时，舍也是一种自我反省和成长的过程，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真正需求和价值观。离是目的，即舍弃对物质的迷恋和执念，让自己处于宽敞舒适、自由自在的空间。这种空间不仅是物理上的，更是心灵上的。通过实践断舍离，我们可以更加谨慎地选择什么样的人或物进入我们的生活。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维持一个整洁有序的物理空间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够净化我们的内心世界，让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，行动更加高效，生活更加有意义。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，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，引导我们向着更加简单、充实和幸福的生活迈进。未来我会制作更多视频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